大家好，今天是2023年10月10号。昨天比特币价格是又跌了，行情是非常的无奈啊。上一次或者是 25K 的低点，包括这一个位置继续追加了比特币的多单，到现在已经有20几天没有操作比特币的合约。我的多单个人还是选择继续再报啊，或者等下来聊一下比特币日线以及4个小时里面的技术形态，或者是买点的位置。今天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些简单的知识，比如这个 OBV 指标。波段操作像这种趋势突破，这个位置就是买点嘛。所以为什么追加在这个位置？包括朋友们记得在6月份的时候，我是有一笔多单是在26000附近，在这个位置也是追了一笔。所以我的观点，有可能这整个大区间目前还是在震荡，或者等下也利用这个 OBV 指标来跟朋友们判断一下，跟历史上19年的这个位置，或者是15年的这个位置里面的买卖知识点，简单的一些买卖方法，我们要怎么去寻找。如果你喜欢本视频，帮我们点赞、订阅、加小铃铛，或者新粉丝也可以留意我们 Discord 群，上面有程序交易的买卖信号。我们先来看一下比特币日线这一个 OBV 指标的简单买卖方法。朋友们可能很多都不知道这一个是什么软件啊，就是 TradingView。然后我们在这边点击 Indicator， 然后在这边直接打入 OBV， 你看到的系统自带的这个 OBV 点击出来。也就是我在用的这个白色的 OBV 指标，颜色可以自己去选啊。而且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比特币在今年的几个买点的波段，首先观察一下这一次 32K 跌到这个 25K， 因为我当时买的话是在这个位置就开始计划，朋友们 25K 要买，虽然过程是有错，因为也不确定到底这个位置后面是最终把这个支撑都给跌破，包括这个支撑也都给跌破。然后来到 25K 的低点，我个人是有计算，感觉空间是非常的舒服，主力白送的空间白给，那该买还是要买，因为有可能这边就是一个箱体震荡的区间，有几次都是踩在这一个区间下沿的位置，支撑是非常的强。或者是反应速度慢一点的朋友，担心比特币会不会再下去，那你可以利用这个 OBV 指标去观察一下，它有几个趋势的高点。连这种趋势都突破的位置，就不能再去看空这个比特币，因为它也是整个波段里面 OBV 指标有时候它的趋势。之前不是有跟大家讲过，特别是在这个区间的时候，也是继续跟大家讲，有发现一个现象，就是比特币在交易的形态里面，每一次上涨都有量，每一次下跌都是在缩量，每一次上涨都在出量，所以反映在这一个量能潮指标可以明显的观察 OBV。它是领先这一个比特币价格，在这个位置都有一个趋势的突破。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 OBV 指标的趋势是不是领先于 K 棒的趋势，明显的观察就是在这边就有突破的迹象，特别是在这一根或者这一根。反正我个人是选择就是像这种波段如果有突破 OBV 指标，量有可能就是开始要领先于价格先涨，有看到量的情况下，有可能就是说明后面有主力或者是游资或者是有一些庄家的资金，他是感觉空间跌的差不多，或者是整理的也差不多，或者是不是有人在这边偷偷的吸货，下跌拇指线下跌多方吞噬，或者是这是不是一个塔形的结构，包括低档的位置这也是一个吞噬，那这两根加起来它也是一个插入线或者是吞噬，所以有可能像这种区间就是有人在偷偷的吸货，空间跌的差不多，或者是货也买的差不多，它有可能就会有一些小波段的拉升。从量里面，从资金的表现里面可以明显的观察，资金会领先于价格先反应啊。或者我们可以观察一下比特币在2023年，也就是今年的6月份啊，当时在这个位置也是有追了一笔多单。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几个高点也是一个下降趋势，在这个位置突破，我们可以把坐标标到这个位置，就是这一根 K 线，大约价格也是在$26,100附近，后面不是有一个上涨的波段，当然也有失败的一些案例啊，你可以自己去找。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些卖点的位置啊，比如比特币从6月份的 25K 涨到 32K 的高点，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像这些卖点的位置，它在高档出了一根空方的吞噬，或者是 OBV 指标，我们可以看一下，像这些趋势上升的结构，它在这个位置跌破，像这些位置也是非常重要的卖点，就看个人的兴趣啊。但是我的观点，
整个中长线比特币还是不要去做空，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比特币的这个位置还是有一个压力区，昨天有提到，就是当时在8月份左右它这个位置跌破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 OBV 指标也是有一些反应，它在这个位置跌破这一条横向的趋势，这一根就开始反应，有可能空间要往下。然后我们再观察一下今年的1月初，当时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非常大的波段，可以明显观察一下 OBV 指标一直在呈下降的结构，或者是在底部筑底的结构。当它突破了这几个高点的趋势，在这个位置突破就是非常重要的追价的位置。后面比特币涨了多少，我这边就不计算。那现在的比特币目前的形态我们要怎么来判断？我们可以细心留意一下，当时这边不是有一个突破它整个 OBV 的中长线的趋势已经是全部都突破，而且量是有领先反应到现在，我们可以看一下每一次波段的回撤，或者是这整个区间，很明显的观察 OBV 指标感觉也是在震荡一个箱体的形态。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历史上，比如说19年的比特币第一波初步牛市的行情， OBV 指标是一直在呈上升的结构，就是资金不断的进场去堆加比特币，然后涨了3倍的高位开始是不是一个期形的整理，明显的观察 OBV 指标是一直在，就感觉是一个箱体震荡的区间，后面是遇到一个黑天鹅事件，这边恐慌杀盘，然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在这个位置就把这整个平台的阻力给突破，后面价格就一路往上涨。或者是我们可以看一下2015年当时在这一个上升三角的区间，也可以明显的观察一下 OBV 指标也是在一个平台箱体震荡，它前面大涨一波，后面整个比特币的 OBV 指标是一直在这个平台里面震荡，就是在这个位置开始有一个突破的迹象，有可能就是要开启疯狂的大三浪。但是大三浪也不是一帆风顺啊，它在这个位置也是会继续震荡，所以有可能目前的比特币也不排除目前如果是在三浪里面的一浪往往有可能主力会喜欢就是不断的洗盘，或者是不断的压回，或者是后面这个 OBV 指标我们尽量去观察，如果下一步真的突破了这一些高点的位置，有可能就要开启更加疯狂的上涨。然后我们再来聊一下比特币的短线啊，昨天的 K 棒它的实体也是在下移，或者是它的下影线的重心也是有在下移，不过支撑还是在 27.3K， 我们要去观察收盘不要给我破这个支撑位啊。然后我们再看一下比特币4个小时的技术形态啊，这一波跌下来，在这个位置已经是有看到一根多方抵抗的 K 线，那既然有多方抵抗，我的观点就是这个低点你可不能破，以及这个位置也是有一个 Vegas 576跟676的通道，在这个位置到底能不能守住，最后还是一样可以点我们的 YouTube。